经过上次到埃及探险，然后再到马尔毕夫度假，发现疫情解封后，外面的世界虽然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状况，但还算是 OK 安全的，所以我们决定恢复带爸妈一起出去旅游。为什么会说是恢复呢？之前有提到，我们旅游的国家累计到70个，最前面22个是带着爸妈一起出游的。这22个国家的旅游经验，真的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难得宝贵的时光。回想起来，我真的觉得很庆幸，在他们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，到世界各地走走。一个疫情打乱了我们的步伐，这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，要带长辈出去玩，越早出发越少遗憾。这样的旅游故事要从我的家庭背景开始说起。爸爸是老师，妈妈是家庭主妇，标准的单薪家庭，辛辛苦苦抚养我和妹妹长大，没有时间与预算出国旅行。印象中就是坐着火车到台湾其他县市玩。一直到我开始工作，逐步打稳经济基础后，想说爸妈辛劳这么久都没出过国，有一次问他们最想去哪里玩呢？想看看世界大国美国，想感受古典浪漫欧洲。当时算一算，到美国、欧洲对我来说都是一大笔开销，还是先从附近的亚洲开始好了。拓展全球旅游就由台湾出发，飞向世界各地，从亚洲开始，一直到2010年正式迈入欧美路线。我最喜欢听交响乐，以前都是在家里听 CD， 很开心到维也纳，这座城市都可以听得到现场在。疫情前呢，每年儿子媳妇呢都会带着我们出国去游玩，在欧洲呢特别多古老的教堂，我每次进入时就特别的感动，心里有特别说不出的与神亲近，感觉神用那钉痕的手安抚着我不住祷告的心，真的很感恩孩子的孝心，让我们才能亲眼目睹这带着岁月的教堂。
一开始提的恢复带爸妈去旅行，原本是计划去澳洲，但我们报名的那一团没有达到成团人数和取消，想改到其他国家，但爸妈就觉得你们年纪大了，脚力也不行，然后之后出国的旅行就交给孩子，用他们的眼睛代替我们，再看这个世界。好，OK。 OK。